德国总理舒尔茨对外宣称的英国士兵在帮乌克兰发射导弹，近期引起热议。英国是突破了不出兵参战底线，还是另有隐情？波兰与美国签署价值约25.3亿美元军购合同，加强防空力量。同样加强的还有德国，大手笔购买了49套天空游侠机动防空车，甚至美国陆军也将裁撤数万空置岗位。他们是在为未来战争做准备吗？下面请看详细报道。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8日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语出惊人称，英国士兵正在乌克兰境内为乌军发射远程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提供支持，袭击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但言外之意，火力军觉得就是在说英国直接参战。舒尔茨这样带有争议的行为和言论，在英德两国遭到了强烈抨击。英国下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托拜厄斯·艾尔伍德称，舒尔茨是在公然滥用情报，这样的行为会危及英国军事外交人员安全。德国前执政党基民盟的资深议员诺伯特·罗特根对舒尔茨的言论也批评道，完全不负责任。那好端端的舒尔茨为什么要发布这样饱受争议的言论呢？结合前几天新闻，火力军认为80%和其坚决拒绝提供金牛座导弹有关，目的是要故意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缓解压力。在 X 平台上，舒尔茨26日明确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因为他在害怕追随英国脚步会使德国成为战争参与者。舒尔茨对金牛座导弹特别指出，该导弹的操作系统是需要后端支持的，包括任务规划硬件和软件、地球 3D 模型和敏感信息。若是军援给乌克兰，那必须要有德国士兵进行操作，认为这会跨越这根直接派兵参战的红线。但仔细想想，舒尔茨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不想让德国士兵参与，那为什么直接不让乌军士兵来接受该系统的培训呢？培训完再军援，不就没有直接参战风险了吗？可无论如何，哪怕有英法的暴风影和 SCAP 1G 导弹做表率，舒尔茨依旧固执表示不愿以军援远程导弹的风险来挑衅俄罗斯。他在 X 平台上亮明态度，表示德国是乌克兰在欧洲最大的军事支持者，他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不会成为交战方。针对舒尔茨的说法，英国国防部27日将问题抛给了乌克兰方面，得到的回答是，乌克兰如何使用捐赠的巡航导弹是乌军武装部队的事，像英法国以及其他盟国正努力向乌克兰提供一系列装备来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与此同时，英国也对外宣称，英国没有向乌克兰大规模派遣地面作战部队的计划，目前只有一些包括医疗培训人员在内的非作战人员。此外，舒尔茨还说，比起金牛座导弹，乌克兰弹药短缺问题才更急迫。如22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援引2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国会不通过一项为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关键资金的法案，乌克兰可能会在3月下旬面临灾难性的弹药短缺问题。但其实从前2个月开始，欧洲国家就发现对乌克兰的军援不能只依靠美国，很早就接连表态会加大对乌克兰军援。如法国向乌克兰军援的 SCAP 1G 导弹，在考虑到产量会受影响时，就表示会下更多的订单，既要补充自己的库存，也要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武器。又或是近2天，在阿尔巴尼亚举行的峰会上，多国代表团和乌克兰签署了一份联合武器声明，其中阿尔巴尼亚可能将向乌提供库存苏式炮弹，保加利亚将在未来几天内向乌克兰派遣100辆 BTR 装甲运兵车，比利时则会拨款2.16亿美元支持捷克主导的从欧盟以外国家为乌克兰购买炮弹的计划。此外，乌克兰近期还从日本和挪威获得了7.6亿美元的赠款。援乌大国美国据悉也正考虑动用总统拨款授权中的约40亿美元来为乌克兰送去急需的军援。可见乌克兰炮弹问题正在被积极处理，火力军相信很快就会有支援到位。
之前的波兰防空部队大都装备的是俄制防空导弹，远程以 S-200C 为主，性能较为落后，中近程防空武器则数量匮乏。在其与北约部队进行联动演习时，经常因系统无法兼容，达不到作战效果，加上邻国乌克兰又爆发了军事危机爆发，波兰防空系统不得不进行现代化升级。其计划花费10多年的时间，投入460亿美元，打造一个纯北约血统的防空网。从目前情况来看，波兰防空体系大部分通过买，小部分通过自主研发形式来试图构建一个以爱国者防空系统、纳雷夫防空系统以及 PSRA 皮利卡防空系统为核心的3层防空体系，从而实现防空反导的现代化。2024年2月29日，波兰与美国签署了价值约25.3亿美元的军购合同。据悉，波兰会从美国手里购买一体化防空反导作战指挥系统，其中包括6套爱国者导弹发射装置和23套纳雷夫系统所需的指挥和通信设备。波兰国防部称，购买的 IBCS 系统会将维斯瓦和纳雷夫合并为一个多层防空系统。前者是以爱国者导弹为基础的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后者纳雷夫，波兰于2021年提出，是一款基于 CAMM 导弹的中近程防空系统。当初为了更换中近程防空系统，波兰提出了纳雷夫防空导弹项目，并从国际市场进行了招标。最终 MBDA 公司脱颖而出，为其提供的弹药稍后会详细说。至于纳雷夫系统本身的开发，波兰选择与英国合作开发。在此过程中，英国的天剑防空系统被纳入纳雷夫项目。天剑是英国陆军新一代防空系统，具备超视距与敌机和空投弹药交战的能力。之所以天剑会纳入纳雷夫计划，是因为天剑系统的3个主要承包商中有 MBDA 公司，使用的都是 CAMM 导弹。该导弹为 MBDA 公司设计和制造的新一代轻型先进防空导弹，射程25公里，射高10公里，最大速度3马赫，安装有定向破片战斗部，由激光碰炸近炸引信引爆。由于该弹采用的是主动式导引弹头，因此具备较强的拦截能力。波兰曾在2023年与 MBAD 公司签订了2笔总价值约31亿美元的新型防空武器采购合同。其中一笔价值约24亿美元的合同就规定， MBAD 公司将于2025到2029年为波兰提供44座导弹发射架和数百枚 CAMM 导弹。另一笔则牵扯到了 PSRA 皮利卡防空系统，内容是波兰同 PGZ 防务集团签订约 7.2亿美元合同，用来采购增强版的皮利卡防空系统。PGZ 集团将于2025到2029年为波兰军队提供22套增强版皮利卡防空系统，包括对前期交付的6套防空系统进行升级。皮利卡系统从外观上乍一看简陋到爆，仔细一看不仅简陋还十分老旧，仅由一部经现代化改造的 ZUR-23 2KG 高炮搭配2枚波兰自研的 Groom 或 Piran 便携式防空导弹以及一辆自制 4x4 卡车组合而成，但其性能可靠且后勤弹药充足。皮利卡的高炮原型是苏联的 ZU-232，使用23毫米双联高炮的攻击距离可负责1到3公里内的目标。如果搭配高炮自带的导弹，也就是 Groom 或 Piran， 其攻击距离可以提升到5公里，最高的射程能够达到4公里。另外，由于该炮可以搭载在卡车底盘上，也可使用拖曳方式进行移动，所以不管什么路况，皮利卡都可以快速部署到战斗地区。据悉，初始版的皮利卡系统虽然有6套弹炮合一的火力单元，但因武器射程有限，只能应对低慢小目标。而增强版的皮利卡不仅在其基础上装备 CAMM 导弹，还将配备最新研制的 Bystar 雷达车，并增设反无人机系统，可以应对如今多样化的复杂威胁。皮利卡系统跟许多入列的武器一样，是波兰在苏制武器基础上魔改的产物。虽然波兰正努力打造纯北约血统的防控体系，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战争，但鉴于波兰军队里依旧有庞大数量的苏制武器装备，所以在没有足够资金能完全脱胎换骨前，魔改装备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除了波兰外，德国同样在加强防空力量。首先是1月份，据美国防务新闻网报道，德国批准了一项价值约13亿美元的新型近程防空系统采购计划。据悉，新系统会以 IRIS-T 近程导弹为核心，由莱茵金属、迪尔和亨索尔特公司联合研发，并计划于2028年推出系统原型。之所以会以 IRIS-T 系列导弹为核心，火力军想应该是 IRIS-T 系列导弹由德国与欧洲多国共同研发，有一定列装基础，且囊括了近、中、远3种型号，凭借较强的机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能对高速机动目标进行拦截打击。如在此次计划中，德国将把 IRIS-T 近程导弹集成到拳击手装甲运兵车上，以便进行快速机动的近程防空反导作战。此外，随着无人机的崛起，一定程度改变传统作战模式，尤其是其在具备隐身能力后，在战场上屡屡能突破作战对手的防空体系。因此，德国国防军将发展目光转移到反无人机作战上，并加速了近程防空能力建设。据莱茵金属公司报道，德国国防军已经向该公司采购了多达49套，总价值近 6.5 亿美元的天空游侠30机动防空系统。天空游侠系统包含一套对空传感器、一门30毫米快炮以及4枚毒刺地对空导弹，主要防卫的是5000米下的低空威胁目标。与 Skynex 防空系统相比，改进版的 Skyranger 拥有同样的雷达和探测系统，拥有极强的小微无人机和高速小型目标的跟踪能力，可同时接收多达16个堆叠波数，从而形成来袭目标的3维局部空中图像。探测距离可根据作战环境选择25公里、35公里、55公里3种，且抗干扰能力极强。不过，与 Skynex 不同的是 ，Skyranger 将35毫米高射炮换成了30毫米口径 KS-1 转膛炮，使其射速更高，每分钟能打1000到1200发，但有效射程下降至3000米。另外 ，Skyranger 还集成有阿联酋哈勒肯公司与莱茵金属合作开发的4联装 CRAM 导弹系统，射程2到10公里，以及一部25千瓦激光武器系统。这样 Skyranger 就可以针对不同来袭目标选择更合理的拦截方式。目前莱茵金属已确定将在今年年底把原型车交付给德国联邦国防军。其实德国无论是开发新型近程防空系统，还是采购天空游侠，都是俄乌战争爆发后针对未来可能存在的空中威胁进行的自救行为。据悉，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到德国发起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一体化防空建设联盟中，合力打造多层防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其实除了欧洲多国，美国也在备战。据美国陆军透露，美国陆军的编制虽然为 49.4 万人，但目前只有约 44.5 万名现役军人。为了更好应对未来战争，其计划裁减至47万人，并在未来5年内完全填补空缺。此次裁岗主要针对部队中的控制岗位，如评判岗位。其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这类岗位有所增加，但在战争结束后需求减少了，理应被裁撤。除此之外，美国陆军还将组建5个多域特遣队，并为其大量装配远超导弹和防空导弹。其中3个特遣部队隶属于美国太平洋陆军，1个特遣部队隶属于美国驻欧洲与非洲陆军，剩下的1个很可能隶属于美国中央司令部。从已知的信息来看，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存在的战争，美国陆军内部正发生重大转变，开始了战略转型。此前信息，火力军会单独做一期视频介绍，想了解的朋友点个关注，防止错过。好了，对于舒尔茨转移注意力的做法，以及欧洲国家加强防空、积极备战，大家是什么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